全国8大火炉城市有哪些？在这些新面孔之中，是不是也有你的家乡呢？这里是知识天地。目前咱们这里最热的城市，如果从低到高排列的话，分别是南昌、武汉、广州、南宁、海南省会海口、重庆、福州以及长沙。南昌作为后来居上的第8热城市，其实自2021年起，近3年来的高温天气就分别持续了34天、57天、30天，平均算下来，每年的高温持续期甚至达到了40天以上。与此同时，南昌在最高温的数值上也不遑多让，3年内的平均最高温也已经达到了 37.67 摄氏度，城市内刮起了滚滚热浪。而与南昌新秀不同，重庆可谓是很早之前就已经荣登全国高温城市的榜前行列了，此番也是被列为了第3热的城市。3年来，重庆城的高温天数分别持续了43天、63天、44天，平均每年都有 49.67 天需要人们以人力对抗炎热的高温天气。而在这些高温天气中，最高温也最终限定在了 40.67 摄氏度。正因如此，重庆虽然位列第3，但也同时成为了所有高温城市中最高温数值最高的存在。如果说重庆的炎热由来已久，那么福州的高温能够超过重庆，则更是一匹黑马。作为福建省的省会，其近3年的高温天数分别是50天、73天以及48天，平均每年有57天都达到了高温水平，而平均最高气温的数值则保持在了 40.3 摄氏度。而福州之所以夏日炎炎，实际上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。由于福州四面环山，所以城市就相当于处在了一个盆地地区，这就导致热量从四面八方往城市内不断聚集，最终竟使得这里的高温排名在2024年超过了重庆。那么福州能依靠地质地貌荣获第2热城市的头衔，长沙又是靠什么杀出重围？原来长沙的炎热高温时间点来的是最早的，而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。据了解，其3年内的平均高温天数已经都达到了 64.67 天。虽然平均最高温度只有 39.33 度，但如此持续期已经使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了。不难发现，这8个最新的高温城市基本上都属于南方城市，位于长江以南，所以如果我们有避暑的想法，还是选择往高海拔的内陆或者高纬度地区移动才好。上世纪20年代前后，长江中下游的武汉、重庆以及南京就被称为了3大火炉城市。这些地方常年的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，持续时间也基本上都在70天以上，甚至偶尔还会在某个时间段出现高温40摄氏度以上的情况。只不过时至今日，南京城的高温态势已经渐渐因为不及南昌，早早的调出了榜单。现在就只剩下了老牌的武汉、重庆，仍然在与其他高温城市新秀争夺每年的最高温城市的头衔。实际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是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让夏日高温城市不再进行排名，让凉爽的气温刮到每一个高温地区的。大部分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，其实是因为高温会影响人们的健康。而在众多高温引起的疾病当中，目前比较典型的就是热射病。据了解，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中暑类症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人体存在于高温状态下太久，或者持续高强体力劳动时，就很容易导致体温失衡，随后出现体温异常升高以及神经系统紊乱的情况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预防热射病呢？首先，咱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在高温环境下从事高强的体力活动，从根源避免患得热射病。此外，我们要注意工作环境当中的通风情况，确保每日有足够的饮水看量以及足够时间的休息。而一旦大家出现中暑情况，一定要迅速的进行降温以及补充水分。如果在平日里发现有出现高温、意识障碍等较为严重的类似热射病症的个体，一定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，帮助其寻求紧急的医疗救助。热射病虽然与我们并不遥远，但它们并不可怕，而且也并非传染病。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，就完全可以避免身患特殊的热射病症状。现如今，夏季高温是常态，如何保护自己不受高温影响，其实也已经成为了大家在城市当中生活的生存准则。高温不仅席卷了我国大部分南方城市，其实也在全球许多地区扎稳了脚跟。
这不，根据欧盟权威机构的报道，其就对国际上温度最高的几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实时统计。美国自2024年进入夏季以来，已经约有8000万人收到过高温警告了。当地的高温现象大多出现在了俄亥俄州、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等地，甚至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，目前已经有至少6人因高温死亡了。数据显示，该地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达到了惊人的46摄氏度。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回亚洲，就会发现地跨亚非2大洲的埃及也出现了很长时间的高温现象。原来埃及的首都开罗如今就时常会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，其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4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现象。与此同时，自2024年6月起，日本京都的气温就已经来到了34摄氏度左右，而东京地区的城市气温也达到了32摄氏度。那么，为什么临近赤道的国家出现高温现象的同时，部分发达国家也同样会受到高温的侵扰呢？原来，这与其城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关系的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这些城市都受到了热岛效应的影响。由于城市内建筑密度较大，就造成了空气对流弱于城市外的情况，所以温度就很难散发出去，由此便在城市内大量聚集，这也就导致了城市内越是接近市中心的地方，温度就会越高的境况。而到了现在，各国为了缓解城市热岛效应，已经逐渐开始在城市当中增加绿化面积，并且在城市周边建造湿地公园了。只不过这些措施从开始到起作用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。对于我国居民来说，最好的避暑方式还是前往较为阴凉的城市比较直接。那么我国有哪些较好的避暑胜地呢？首先，海拔较高的云南香格里拉就是不错的选择。此外，昆明也是理想中的避暑胜地，毕竟这儿可是我国出名的无夏区。当然了，如果咱们想要探索内陆风光，拉萨、西宁这2大无夏区也是非常好的选择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国家因为国土广袤，所以部分地区难以避免的会出现高温情况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有高温也就会有低温的地方。对于民众而言，如果实在高温难耐，前往适宜的城市避暑也是非常可行的方案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